改装车和高科技电脑公司相遇，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话说这天杨哥正在车场休息，突然就收到了一个神秘包裹，上面还写着1岁。他好奇地拆开包装，里面居然是一个笔记本电脑，上面的贴纸写着打开它，这就更让杨哥感到纳闷了。他赶紧打开了这个电脑，没想到里面赫然出现了惠普的负责人，还没等杨哥开口，对方就先吐槽了起来。为了联系到杨哥，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方法，但消息全都石沉大海，无人回应。这才出此下策，直接邮寄一台电脑过来。杨哥听完这些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接着两人才开始谈正事。他想让车厂改造一辆车子，用于惠普的新品发布会，要将电脑和车子结合起来，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体验。这个想法对于车厂来说完全没问题，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让客户满意。两人确定了方向之后，杨哥还渐渐地问对方自己能不能把电脑留下来，看来他也真是个人才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杨哥心里立刻就有了改装思路。他会先买一辆迪纳里，在外面喷上一层黑色漆，上面印满惠普的暗花图案标志，然后再把轮毂和水箱罩变成蓝色，算是和标志相呼应。在车子的内部，车厂会给仪表盘安装顶配惠普平板，在头枕上嵌入掌心机，保证这辆车不管开到哪里都是移动的无线网络热点。至于这辆车的后车厢，需要重点布置一下。杨哥计划制造出一个抽屉，上面展示2台交互式笔记本电脑，然后在后面放上新的触屏电脑，这样直接用手就可以操作。最后在后面的背景板挂上一个42英寸屏幕，让大家能观看实况。当然有了这么高级的电子设备，自然离不开一套好的音响，这样才能将作用发挥到极致。以上就是杨哥的改装思路，下面就看车厂的员工如何发挥了。西海岸车厂杨哥竟然登上了惠普的新品发布会，此刻众人都在等着他公布这辆车，不过他竟然说自己还没有完成，这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尴尬起来。其实这只是他开的一个小玩笑而已。上集大家将车子拿到手后，立刻就开始了拆车工作。根据之前的计划来看，他们要先给车子喷漆，然后再进行内部的改造。不过在此之前，需要员工把车身的小零件全都去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内装设计师对车内进行测量，将数据交给木工师傅。因为后续要装电脑和音箱，所以需要他设计一套框架。这里他选择的是木架，既方便切割又足够坚固，对于车厂来说完全够用。等整体的形状差不多完成后，他倒出了一罐油漆，要将表面做成雾面的效果，这样看起来不会那么单调。但他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旦失误，全部都要从头来过。趁着大家都在忙前忙后的时候，惠普公司寄了一些快递过来，这里面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设备。虽然现在不着急安装，但是员工们可以用它们直接放到车上进行比对，确保所有的尺寸都刚好合适。杨哥交代大家，如果这次能圆满完成任务，那么就会有奖励。但要是和之前的奥迪28一样，在即将完工的时候出现事故，那么他就会开除一些员工。听到这些话之后，员工们谁也不敢怠慢，生怕那个被开除的就是自己。现在大家都在抓紧制作内装，这辆车的重点就是内部。员工们将制作好的支架装在上面，做了一个简单的固定，然后他们在上面放上木板，这样就可以试装电脑，有不对的地方可以及时调整。确定了基本数据后，大家把车上的线路等细碎零件全都拆掉，然后用塑料纸进行遮盖，防止在喷漆时误伤到内部。将表面遮盖好后，员工将车子转移到漆房。由于这辆车原本就是黑色，所以不需要去除原漆，他们在表面又来了一层黑色亮漆，下面等风干就可以做造型了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杨哥将里面的师傅叫了出来，问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，因为现在距离交车不到5天了。这是我见过最酷的 SUV， 它不仅在外观上使用了华丽的烤漆，内部也搭配了很多款高科技电脑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。不过改装的过程可是一波三折，上集虽然车子还有很多没有完成，但这位师傅也真是大言不惭，他说等车子彻底喷完漆，最低需要3天时间。听到这话，杨哥瞬间头大了起来。原本他还想着，要是员工们能提前完成任务，他就带着大家去玩卡丁车。现在看来估计要泡汤了，能按时完成就不错了，更别说提前了。杨哥算是看明白了，只要自己不在现场盯着，这帮人就会开始偷懒。看来等这次的改装结束，真应该净化一下车厂环境了。现在员工正在给车子装零件，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一步需要操作很多的线路。为了使车内结构看起来更整洁，他们需要做很多调整，并且把所有线路都隐藏起来。员工们分成了2波，一波在车外安装电脑、固定屏幕等之类的外设，另一边则钻进车里，对内部线路进行调整。两人搭配效率会更高一点。安装好后，杨哥过来检查，发现效果并不好，2个电脑一个高一个低，这导致后面的屏幕也无法安装。这2天大家都非常努力，正常来说可以按时交车的，但是就因为这个员工的不当操作，一下子又回到了起点。杨哥此时的心情差到了极点，这名员工的失误不是1次2次，对工作非常不上心，看来是时候得做个了断了。此时在喷漆车间，员工们对车门的套件进行喷漆，这部分也是纯黑色。等到风干后，大家把门组装到车上，然后在表面贴上遮盖纸，
只暴露出惠普的标志，这样在喷漆的时候就能留下相应的花纹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杨哥也戴上了面具，亲自上阵。两人配合得非常好，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喷漆。等到彻底风干后，员工们进行了最后的收尾，这辆车总算是完成了。从视频展示的来看，表面的惠普标志很显眼，不过我觉得要是用烫金色，给人的感觉会更加华丽。杨哥把它开到新品发布会上，结果一经亮相，全场就爆发出激烈的掌声。看来这次的合作很成功。